Baroda Ediva 已经推出一段日子了，我相信很多观众呢都会对它有一些疑问的，比如说跑快稳不稳啦，跑快会不会潮啦，然后 1.0 Turbo 够不够用啦，会不会没有力啦，然后里面的内装会不会很 plastic 很 cheap 这样子。然而这些疑问呢，我今天就来一一给你解答。然后像这些 spec 的东西，我相信你在网上已经看很多了，所以我今天影片不会专注很多关于讲这些 spec 的东西啦。所以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来体验一下这辆车啊，整体给人家感觉是这样子啦。Let's go。然后这辆车的这个 Digital Meter 算是非常的好看，虽然 Resolution 那边会有一点点逊色，但是呢，这个价位有这一种数码的仪表板呢，算是不错的。OK， 它的中控台这边有一个很大个的这个 screen， 我们开一下。OK， 像这个就是它 screen 的咯。OK， 像关于内装会不会相当 plastic 呢？其实是蛮 plastic 的。但是呢，在这个价钱这个级距里面啊，我相信它的竞争对手多数也是这么 plastic 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现象啦，可以接受咯。然后像方向盘这边就有相当多的功能，像右边这边呢就是这个 Active Cruise Control， 也就是自动跟车啦。首先你打开了这个 Cruise Control 的这个按钮呢，它就会显示 ACC Ready。然后呢，这边呢你就按 set 你现在的速度。然后你按左边这里呢，选择距离，它就搞定了咯，它就 set 好这个自动跟车了。你如果踩刹车或者是按 cancel， 它就会 disable 掉，然后或者你自己踩油呢，它就会暂时把主控权交到你手上了。OK， 然后现在冷气系统呢有一个 M1、M2 mode。OK， 这边呢就是它这个 USB 插槽，还有这个 HDMI 的这个接口啦。还有这个 direct current 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我发现到呢，这个地方放你的手机是刚刚好的。OK， 这个是它排挡杆的设计。OK， 整个内装给我的感觉呢，有一点点高级啦，就是有别于以往啊 Baroda 的车的那种设计啦，它这个会比较高级一点点。所以呢，在这个内装方面呢，我对它的印象蛮好的。然后像后座这里呢，就有两个这个 USB port， 所以是不错的。OK，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是这个 Alcantara， 它是这个麂皮的设计啦，所以整体的内装呢，营造一个蛮高级的感觉。然后像这个方向盘，它的厚度刚好，我是蛮喜欢的。然后它的用料呢，我感觉也是蛮好的。关于这辆车的后座空间表现呢？像前面呢，我刚刚是调到 175cm 的这个位置，我是 175cm 啦。现在呢，后座这边呢，我的膝盖跟前面椅背的距离呢，有差不多一个拳头跟2根手指的距离啦，所以这个后座空间表现算是不错的。然后像我头顶的空间表现呢，有差不多4根手指左右啦，头顶的空间表现，所以是不错的。像你有可能会好奇啊，这个 Ediva 的锁匙长什么样子？看，其实还蛮漂亮的嘞，这个 Ediva 的钥匙。然后你看啊，像这个 Baroda 的这个 icon 啊，它是用来锁车的哦。你这个是 unlock 吗？然后你按住这个 Baroda 的这个 icon 呢，哦，好厉害哦！像这个，我就可以拆开来。
OK， 然后像这辆车的尾箱空间呢有309ml，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尾箱呢是非常的大的，它这个尾箱有369litre，在同级当中算是蛮杰出的，因为有些同级的车款呢只有350啊，300出一点罢了，它这个居然有369，所以是不错的。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有一个马来西亚人最喜欢的东西，就是呢，它有一个 full size 的 spare wheel， 就是它的那个备胎是跟你的正常的轮胎尺寸是一样的。然后像这个备胎呢，它也是用这个 Turanza T005A 哦。OK，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呢，我就会给你试驾这一台 Perodua Ativa D55L， 也就是 Daihatsu Rocky 跟 Toyota Rise 的姐妹车啊。在马来西亚这款呢，它稍微调高了一点，它那个离地间隙为200mm， 是比我们的 CA30 还要高，然后当然也比 X50 高一点点。我刚才出这个江线啊，现在车速已经到70了，我感觉它起步没有那种拖泥带水的感觉了。现在我们在这一条是 Bermas 通往巴西古当的这一条公路，这条公路呢路况不会说很好，但是令我感觉有一点意外的就是呢，通常像这种8万块以下的车呢，那个马路的噪音会比较明显，但是这辆那马路的噪音抑制得很好。不晓得是不是跟它的胎压有关系。今天 on board 的呢有来自 Dexter Jaya 的 Sales Advisor， 也是我的好朋友 Simon Liu， 所以如果我有什么不熟悉的地方，我就可以问一下他。他压过那个洞的时候不像那种小车的表现啊，像那种阿夏啦，它不会那么跳。对，它没有那么跳，吸那个洞吸得蛮好的。然后像动力表现呢，其实我个人认为啦，你零到100数据好是另外一回事，就是你在60的时候啊，比如说你在市区行驶60的时候，你突然间需要加速的时候呢，也是考验一辆车的那个加速表现啊。所以现在差不多时速在68左右，我稍微踩一点油。OK， 它从60到80这个速度呢，攀升算是蛮快的。哇，这辆车你看啊，我在这条路呢，它不是说很好嘛，然后我速度到90这样子啊，我还感觉蛮稳的嘞。这个真的不像一辆小车，因为像我以前我驾那个 MyV 啦，我驾那个 Viva Asia 啦，你只要速度啊一超过80啊，在这种普通公路，你就会觉得它有一点颠簸。然后这辆车居然把那个震动吸得很好，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是蛮好的。噪音蛮低的，然后等一下就感觉一下它的 cornering 那一些。OK， 这里先说一点啊，我平时我开的车呢，是一辆0到100 9秒可以做到的车，我把它称为9秒车啦。所以如果我觉得这台车的动力不错呢，请你相信我，这台的动力真的是不错的。我不是驾那种啊0到100 12秒的车啊，跟你讲这台车动力不错，我是驾一辆0到100 9秒的车来告诉你这辆车动力不错，所以我感觉OK 啊，在这个价钱范围里面呢，可以买到一辆配备那么多，然后加速表现还不错的车。然后发现到这辆车的那个行车视野很广，它可以看到整个 bonnet 哦。我发现到这辆车啊，刚才在等红绿灯的过程当中呢，它怠速的时候是有一点轻微的抖动了，这个应该是3缸引擎的通病了。然后这辆车我是可以感受得到，像我坐的这个椅子啊，我感觉到我的屁股那边会有一点点的震动了，我屁股大腿那边有一点震动。OK， 现在非常荣幸的可以开这辆 Ativa 进我一个非常喜欢的 corner， 来到我这个 favorite corner， 让我来感觉它的过弯表现。我以我平时习惯的那个速度来过这个 corner 啊，以我自己的感觉，并没有特别的快，也没有特别的慢。然后刚才过了这个 corner 之后，我感觉算 OK， 它是有 body roll 啦，它那个 body roll 是有一点明显，但是是可接受水平。毕竟高车的 body roll 是比较多的，它会比刚才我过那 corner 的时候，它会比 sedan 多一些。然后这辆车有非常多的地翼哦。
就是 Perodua 第一次用 CVT 压箱，然后 Perodua 第一次用这个 Turbo Charge 的引擎。然后我可以说呢，它这两个配搭是配搭到很好啦，像我刚才上斜坡加速那一些呢，那个压箱跟那个引擎的配合度是很高的，所以你不会感觉到引擎没有力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你轻踩一点油，它给你的那个动力表现就可以讲随传随到啦，它不会说很辛苦这样子。当然如果你踩大油呢，你的那个转速如果超过2500转呢，那引擎的声音就会有一点明显。然后引擎的声音是有一点点像那个 Perodua Asia 这样子的声音，有可能是同一副引擎的关系，只是这一台是有 Turbo Charge 的。OK， 这辆车在起步的时候呢，刚才我有感觉到一点点的 Rubber Band Effect， 就是 CVT 的车比较会常发生的一个现象。可是这辆车的压箱是比较特别的，这辆车的压箱呢，它是有结合了这个 CVT 跟 AT 啦，就是说它除了是一个传统 CVT 之外呢，它在它后面还有加入一个比较小的齿比的那个牙啦，一个 actual 的 gear， 然后这个 actual 的 gear 呢是在你高速的时候帮助你降低你的 RPM 的，所以这个打压速也把它叫做 Dual Mode CVT， 就是说这个 CVT 是一个很像 hybrid 这样子一个混合体这样子啦。然后它跟 Toyota 的那个 Direct Shift 是不一样的。Toyota 那个 Direct Shift CVT 呢，它是加一个 actual gear 在你起步的时候帮助你起步，然后像这个打压速呢，是在你高速的时候呢，让你的引擎的转速降低，然后你的那个跑高速的时候，引擎的噪音就更低咯。所以这个是两者的不同所以你不要搞混，它跟 Toyota 的那个 Direct Shift CVT 是不一样的。OK， 如果你问我那个三缸的抖动是怎样的程度呢？其实我以前有用过一段时间的 Perodua Asia， 它这个抖动的程度跟这个Asia很接近，但是比Asia轻微啦。然后三缸车当然也是有优点的，它的优点就是呢，用的黑油比较少咯，然后你少一个缸你吃的油也比较少，就帮助到你的油耗啦。在这种多车的路段呢，最好 test 就是这个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自动跟车。因为有很多 target 嘛，你前面有很多 target 给你 follow， 给你跟OK， 我选择跟前面的车保持最远的距离，那我就 follow 它咯。你看follow 前面那种感觉，你看你跟它的距离远，然后你又模拟它的车速是吗？这样子是比较安全的。然后它这个系统蛮不错有辆罗里闪进来了。哇，它马上就跟这辆罗里保持同样的时速不错不错。这个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很容易用的，你开了这个 Cruise Control， 就是你右边方向盘右边这里东西呢，你按了这里，然后你 set 你现在的速度，然后你按选择距离就搞定了。然后当然你可以加速，可以减速那些啦，还可以选跟前面的车的距离是近还是远像我现在选择跟前面的车靠近一点，它就会自动帮我安排。OK， alright。那哔一声代表我已经追不到前面那辆车了。OK， 让我来加速跟前面的车靠近一点。它哔一声代表它又 detect 到前面那辆车。你看自动踩刹车OK。它自动踩刹车的时候呢，是你如果不习惯会有点吓到了。它自动踩刹车那个反应是蛮大的，蛮激烈。像它该自动踩刹车的时候呢，我踩油是吗？它就把这个控制权交回在我手上。你看，我一放油它就 brake， 然后我一踩油它就交回我身上了，所以蛮 smart 的这个 system。真的，谁问你看我放油它自动跟前面的车 brake， 然后我踩油它又变回去踩油又变成主动权交回在我身上。在这个短暂的相处呢，我对这辆 Adeva 的印象是蛮好的。它的转速真的很低，你看我现在跑一个80左右呢，它的转速在 1.5 左右然后整个车厢就很安静咯，那个 engine 的声音你听不到咯。然后当一踩油它就 RPM 就随之飙高。Not bad， 真的，这辆车 OK 它的那个 Blind Spot Monitoring 的提示音有点严肃对。OK，
OK， 它的 brake 系统也是恰到好处哦，它不会你一踩就整个人这样子jam 一下，它踩刹车的时候是很舒服的，它是慢慢 brake 的，这个也是有点像 Mazda 那个人马一体的感觉。是啊 ，brake 真的是像 Mazda 这样，只是那个body roll 有一点点小小的明显，其他的都 OK。又到了今天影片的尾声啊，我跟这个小车相处到来呢，我觉得这辆车是不错的。它的优点就是呢，它的配置很充足啊，然后它的起步 OK， 然后踩 brake 呢，它的 brake 也是很容易控制，然后它的 corner 啊，它操控性啊，还有它高速的稳定性啊，这些都是不错的。在这个价钱，在这个级别里面啊，只是它缺点唯一，我觉得呢是它的三缸的抖动是有一点明显，可是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缺点啊。然后如果你是有驾过阿夏，有驾过贝扎那个 1.0 的引擎，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话呢，那么这台引擎的抖动你绝对可以接受，因为这台引擎的抖动啊比他们少一点点。OK， 今天我非常感谢 Tesla Jaya 给我这个机会借我这辆车做这个 review 啦，还有这个我的好朋友 Simon 呢，他陪我一起来 test drive 这样子。所以如果你对这辆车有任何的疑问啊，或者是对 Perodua 车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你要试车啊、要看车之类的，你可以联系 Tesla Jaya 还有我的朋友 Simon Liu。所以呢，今天影片大致上就到这样子。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按赞，然后把它分享出去。你的鼓励是我的动力。Thank you。